快看啊，少夫人又开始作画了。老夫人，夫人，少夫人又开始作画了。我本是京城天香楼的花魁，出身女长，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一生，却不想遇到了一生之人。后来他为了娶我，求到了老夫人面前，却遭遇了百般阻挠。好在最终他成功娶我为妻，可我没想到这份感情仅仅维持不到3年，他便另有了新欢，甚至为了名正言顺的娶她，不计亲手杀了我。就这样，我结束了我短暂而悲惨的一生。香消玉殒，何人问？一缕孤魂，万古尘。谁说不是呢？咱们少夫人这么多才多艺，人长得好看还和善，偏偏咱们少爷不知道珍惜，放着这么一个大美人不闻不问整整2年，反而带着其他女人出国去了。婉清，你今天这套画作很不错。奶奶喜欢就好，我让季雪去裱好，便给您送去老宅。还有妈那边，我最近新琢磨了几套美容的法子，过几天就去给您试试。还是咱们婉清最贴心，那我们就回去等着了。苏婉清，你还真是会收买人心啊！你别以为哄了我妈和奶奶开心，我哥就会接受你了。等我哥回来，一定会把你赶出去，到时候我宋家的1分钱你都别想得到。你与其有时间在这里跟我斗嘴，还不如去劝你哥早点回来把我赶出去。你还真以为我不敢是不是？你还不知道吧，我哥已经回来了，这会儿正和他的好哥们在玫瑰会所潇洒，他宁愿在外面鬼混也不回来见你这个正牌妻子。他回国了，我答应过你，要劝他回来接管家业，至于爱不爱我，管他呢。季雪，去备车。是，少夫人。苏婉清，我正在跟你说话呢，你去哪儿你？你不是想让你哥骂走我吗？我这就主动找他去。燕州，你都回来2天了，真不打算回去看看你那位贤妻？是啊，燕州，听说这2年宋奶奶把宋氏集团都交给了那个女人管理，对你还不闻不问的，别真是有了孙媳妇就不要孙子了。那不是正好，有人替我管事儿，我就能和你们继续吃喝玩乐了。宋氏你不想管也就算了，可是万一那位是个美女？美女什么美女？咱们燕州可不像你们一个个这么肤浅。燕州可是跟我保证过的，我们要一起保持单身，做一辈子的好兄弟的。再说了，我可听说那位是个横眉竖目的母夜叉，根本就配不上燕州。老公，苏婉清，好一个深情款款的绝代佳人，原来嫂子是这样的大美人，你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这就是嫂子吧？她就是宋兖州带出国的那个红颜知己。嫂子，你就是苏婉清。宋兖州，你可真不够意思，一直跟我们说嫂子长得一般，这哪里是一般了？嫂子这放在娱乐圈都是少见的天仙了。是啊，燕州，你家里居然藏了这么个美娇娘，
说好的好兄弟单身一辈子，你该不会见了美人就忘了吧？她也算美人，在我眼里还不如你可爱。就算我真的需要伴侣，还不如找你。都羞辱到这份上了，希望她能哭哭啼啼去求妈和奶奶离婚。你就是江雨瑶小姐吧？早就听说燕州有一位形影不离的红颜知己，今日一见，果然率直可爱。我再也不是上一世那个为了男人要死要活的苏念儿，这一世不管是哪个男人都不配让我围着他转。你不生气？我怎么会生气呢？你在外能有个这么好的朋友互相照顾，我感谢还来不及呢。无聊。燕州，时隔2年再回来，不知道咱俩的粉丝还在不在？要不要再上去耍耍？好啊。那不是江姐和周哥吗？时隔2年，他们居然重新出山了。他们认识燕州？当然，雨瑶和燕州以前经常在这里演奏的，拥有不少粉丝，甚至还被星探来挖过呢。那些是什么乐器？嫂子，你连钢琴和小提琴都不知道啊？没见过，是谁发明的？当然是外国人发明的。不是，嫂子，你开玩笑呢吧？这都不知道？为何一种我们华国的乐器都没看到？我们华国有吹拉弹打超1000余种乐器，样样优秀出色，为何要如此吹捧别人的东西？你们玩音乐就玩得这么狭隘？嫂子，你不懂就别乱发表意见了，好吧？你看看大家的表情，西乐才是大势所趋。燕州，还记得咱们当时一起创作那首最火的曲子吗？要不演奏那个？好啊。苏婉清，你就好好睁大眼看看，我才是最适合燕州的女人。江姐还是这么厉害，都可以进国家队了。周哥还是那么帅，这几乎已经人情合一了吧？简直太让人沉醉了。太棒了，江姐，周哥，音乐界永远的神。空有技巧，没有灵魂，如此演奏也配如此高赞。你是谁？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评头论足？你行你上啊！对，你行你上啊！嫂子说的对，以你的身份，当然有资格对我们评头论足，你说是吧，燕州？嫂子，周哥的老婆，她和江姐不是一对吗？周哥竟然已经结婚了。嫂子跟我这种女汉子可不一样，她可是大家闺秀，我想她在音乐方面一定有很高的造诣，不然又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评价？不过是一个空有美貌的花瓶，怎么可能比得上我？正好让她好好出出丑，燕州才会更厌恶她，是吧，嫂子？哇，大美女啊，这是周哥的老婆，看起来也不错嘛。这种人一看就是心机深沉、喜欢雌竞的那种女人，哪里比得过我们江姐？怎么样，嫂子，要上来演奏一曲吗？演奏的不好也没关系啊，这里都是自己人，没人会笑你的。对啊，也让我们欣赏欣赏嫂子有多高的造诣。行了，雨瑶，别为难她了，就她哪懂什么音乐啊？估计连音律都分不清，别给人惹哭了，到时候给我添麻烦。好啊，那我就献丑一曲了。你也会乐器？学过一点，不过这里的乐器不行。这家酒吧的乐器可都是燕州花重金资助的，你说他们不行，该不会是嫂子不敢上台，再故意拖时间吧？我只用得惯自己的乐器。季雪，去将我的弄乐拿来。是少夫人。弄乐，居然还取了个这么高雅的名字，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乐器。到底有没有啊？一群人等着呢，你该不会故意拖着大家吧？本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不行就不行呗，耍赖可就没意思了。谁点的外卖？请问哪位是季雪女士？您的琴我送到了。真是个琵琶。不是小哥，你知道什么情况吗？你瞎说什么话？我不知道什么情况。
这是我不花钱就能听的吗？我感觉我好像到了远古战场，整个人的灵魂都跟着升华了。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，小姐姐这造诣简直堪比国家顶级演奏家。幸巧了，不就是弹个琵琶？现在早就不流行这种老掉牙的风格了。要我说，还是西乐更受人欢迎。这位小姐，我是星娱公司的一名星探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意向出道？只要你答应跟我们星娱签约，以你的条件，我保证你大红大紫，1年内就能跻身业界顶流。居然是星娱的人，星娱可是娱乐圈实力最强的公司，据说眼光挑剔无比，就连江姐之前也没接受过他们的邀请呢。这是不是说明周哥的老婆实力比江姐更好啊？抱歉，我对进入娱乐圈没什么兴趣。况且，比起大红大紫，我更希望我的丈夫能够开心快乐。毕竟，只有让他开心了，才能乖乖跟我回去继承家业。江小姐，这是做什么？苏婉清，你看不出来燕州不喜欢你吗？还眼巴巴的主动凑上来，你要不要脸啊你？这么着急想要打压我，宋燕州居然会喜欢这样的蠢女人，正好我也想看看你们的感情到底值不值得我让步。连婚礼都被燕州放了鸽子，你算哪门子的正牌夫人？你还不知道吧？这2年我和燕州在一起，该干的不该干的可都干过。男人嘛，坏心点很正常。被人咬了一口，拿去洗一洗还能再用。你脑子坏了？这么能忍？才不得已跑回来的吧？苏婉清，你得意什么？宋家早晚都会是燕州的，而且说不定我肚子里现在已经有了燕州的孩子。哟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孩子的确是个麻烦事。你也知道，你要是识相的话，最好还是自己滚蛋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无痛当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我所能将你和燕州的孩子好好养大，以后做个孝顺儿子。正好继承人的事情也有着落了，我教育出的儿子一定比你的建州强，你放心，等将来你死了，我会叮嘱他去给你上香的。你这个贱人！雨瑶，你在里面吗？燕州，忘了提醒你，作为一个情敌，你最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我单独见面。你什么意思？江小姐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没想缠着燕州。雨瑶，你打他了？不是我，燕州，江小姐估计不是故意的，可能是我不知道哪里冒犯到了江小姐，让她产生了误会。什么误会？明明就是你抓着我的手故意往自己脸上扇的。燕州他是故意离间我们的，你千万别信。江小姐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？而且是你主动来卫生间堵我，还拿着和燕州开房的照片来威胁恐吓我，不然我们根本连私下见面的机会也没有，我又怎么能算计你？燕州，你和雨瑶，你们在一起过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江雨瑶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什么和你在一起过？难道他们两个不是我想的那样？难道没在一起吗？我看照片里你喝醉了，该不会照片是假的吧？我们哥几个狂欢的时候，确实喝醉过一次，不过房间里不止我们2人。你瞎拍什么照片？燕州，你别生气，我只是替你感到不值，想帮你摆脱这段累赘的婚姻而已。婚姻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不需要外人来插手。这次是我朋友不对，你别放心上。你的脸没事吧？这样，你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，只要不过分我都满足你，怎么样？燕州，闭嘴！还不是因为你。这桀骜不驯的浪荡子其实也没有传闻中那么差嘛。你如果真想道歉的话，不如答应跟我回家见一见妈和奶奶。不过是受了点委屈就想拿捏我了，抱歉，我可不是什么怜香惜玉的君子，不想好好聊就算了，回见，我亲爱的老婆。奶奶，妈，奶奶，你们绑着哥干什么？
是不是这个女人说了哥什么坏话？你给我闭嘴！明知道你哥回来，却还替他瞒着，这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。你就少说两句吧。怎么，终于在国外玩够了？我知道你现在翅膀硬了，靠音乐得了几个人吹捧，就觉得不需要看我的脸色了。不过你可别忘了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那音乐还能不能玩得下去都还是两。我说过，我不想继承家业，你们就算再逼我也没用。你以为我现在还指望你？不让我继承家业了，那还绑我回来干什么？我现在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尽快给我生下一个曾孙子。只要婉清成功怀上孕，你在外面想怎么疯都随你。什么？让我和苏婉清？哥都说了不喜欢苏婉清，你这跟包办婚姻有什么区别？苏婉清到底给你和妈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只有这个选择，不然就休想给我走出房门一步，给我把丢进房间去！放我出去！妈，奶奶，奶奶！居然是名家南风的画，难道他也喜欢收藏南风的画？可我怎么不知道南风最近出了新作？你也喜欢国画？你该不会真想和我生个孩子吧？可惜，我对你这种主动送上来的女人没兴趣。哦，是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居然这么纯情，不是对我没兴趣吗？可你的身体和心跳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可以走了。为什么放我走？一个心不在我身上的男人，我没兴趣强留。至于奶奶那边，我会去解释。怎么，不舍得走了？谢谢。没想到这男人还挺可爱的。你主动放走他，他却不一定会领你的情。错过这次机会，奶奶可不保证下次还能顺利把人给抓回来。奶奶，你看我画过那么多故事，还不了解男人的心吗？想要浪子回头，只靠强硬的手段可不行。那你下一步怎么打算？奶奶，您放心，我们很快还会见面的。一个心不在我身上的男人，我没兴趣强留。他居然真的没再找过我。燕州，你还生我的气呢？我上次也是想帮你来着，真不是故意的。雨瑶他也是好心办坏事，大家都是哥们儿，这点小事不值得放心上。来来来，昨天你们合唱的那首歌，哥几个还没听够呢，正好今天也没外人，要不你们两个再深情合唱一曲？今天没兴趣。怎么了，燕州？该不会是昨天被抓回去教训一顿就不敢了吧？还是说怕那位嫂子知道？说起来，昨天宋老夫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在玫瑰酒吧？该不会是嫂子说漏的嘴吧？都怪我昨天不该为了帮你出气挑衅嫂子的。女人果然都喜欢争风吃醋那一套，哪像我们雨瑶这么仗义。是啊，不过我听说嫂子身材不错，那小模样勾人的。哎，燕州，不然把嫂子再叫过来，再给哥几个唱一曲助助兴呗。都说够了没有？燕州，你别生气，哥几个都是开玩笑的。以后我不想再听到这种玩笑。燕州，苏婉清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少夫人，您真的要应约吗？那个齐总特意将洽谈地点选在这种地方，明摆着对您不怀好意。燕州无心家业，奶奶和妈也力不从心。既然他们让我暂代宋氏的管理权，我就不能辜负他的信任。齐氏是个大客户，我必须替宋氏争取到。这么巧，居然就在隔壁。燕州，对不起，刚才我们不该开嫂子的玩笑，你千万别生气。哎，对了，你们猜猜，刚才我在隔壁看见谁了？谁啊？齐氏集团的那个老色鬼齐峰啊！齐峰？我可听说他专门猎色有夫之妇，经常借着齐氏老总的身份在外面胡作非为。只要是被他盯上的女人，没一个能逃脱他的魔掌。
这次也不知道是哪个小美人要倒霉喽。我看没准是那些女人自愿的呢，毕竟苍蝇可不叮无缝的蛋，不是吗？燕州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齐总，让你久等了。你就是苏婉清苏小姐吧？果真是闻名不如见面。苏小姐比想象中还要天香国色，楚楚动人呐。齐总说笑了，我们还是先谈谈正事吧。不着急，先坐下来聊吧。齐总，按照上次你在电话里要求的，我们又重新改了一份合同，您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有异议？苏小姐，合同的事情不着急，先陪我喝尽兴了再说。怎么，苏小姐这是不给面子？早在上一世，我便有千杯不醉的名号，若不是需要你陪我演一出戏，就凭这些还想灌倒我？齐总，现在可以谈正事了吧？哎，比起这些无趣的事情，我现在更想和苏小姐聊聊其他的。齐总，还请您自重。我看今天齐总也不是诚心想谈生意，那就改天再约好了。还没有哪个女人敢给我甩脸子。小美人儿，只要你答应做我的情人，别说区区5000万，你要5个亿，我都给你啊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给我放开他！燕州，你来救我了？不，你怎么可能关心我的死活？一定是我眼花了。哪来的小瘪三，也敢管老子的闲事儿？给我上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哪怕只是我名义上的妻子，也不是你能动的。再有下次，我直接废了你。你是宋燕州？你现在不是在国外吗？燕州，真的是你？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嫂子，你该不会和这个老色鬼在约会吧？还喝成这样！对，是他主动约我见面，先勾引我的。嫂子，就算你再怎么寂寞，也不能找这种人啊！好了，你们这些人真是造谣一张嘴。我刚才送东西路过的时候都看见了，这位女士就是来谈生意的，是那个老色鬼一直想要动手动脚的。不是你谁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怎么不关我事儿？我看到哪门子这群人颠倒黑白，我就要站出来。不，燕州，我不是。嫂子打扮的这么端庄，没想到玩的这么花呀，该不会早就被潜规则了？燕州，其实他们也没别的意思，这个场面确实容易让人误会。他是替我和宋家在做事，就算我再不喜欢他，也轮不到你们在这里指指点点说三道四。我再重申最后一次，以后再让我听到任何羞辱他的话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苏婉清，没想到他还真傍上了富二代啊！你认识他？何止认识，我是他的前男友。你好，认识一下，我叫江雨瑶，找个地方聊聊。妈的，下次别再让老子看见你，不然不长眼吗？这是男厕所。都这么晚了，婉清这孩子怎么还没回来？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吧？那齐风不是个好东西，早知道我就不该让他去犯险。夫人，老夫人回来了，少爷抱着少夫人回来了。太好了，燕州这孩子总算是开窍了一回，我这去准备准备。不行，快躲起来，一个人都别出现，快！
妈，奶奶，人呢？算了，真是欠你的。妈，还是你这招高啊！年轻人谈恋爱总要有独处的机会才行。吩咐下去，今晚任何人都不允许出来。是吗？为什么不喜欢我？苏婉清，你醉了。苏婉清，你明明心砰砰跳得这么厉害，原来你是个骗子啊，苏彦舟。苏彦舟，你难道还真心动了不成？算了，趁奶奶他们还没发现。好难受。唉，醉得这么厉害，发现就发现吧。你醒了？看来你没事了，那我走了。既然都回来了，吃个饭再走吧。奶奶和妈已经知道你回来了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和他们说过，不会再强迫你了。一家人吃个饭而已，你难道连这点胆子都没有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吃就吃。这2年家里换厨子了，这些菜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什么换厨子？这都是婉清趁你回来亲手做的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尝尝怎么样？也就一般吧。你就嘴硬吧你！别管他，婉清，我们吃。对，咱婉清最辛苦，应该多吃。以前我在家的时候也没见他们对我这么好，怎么突然觉得他才是宋家亲生的？好久没看到少爷和夫人、老夫人坐在一起这么和谐的吃饭了，少夫人真是厉害。芷棠，你回来了，正好。婉清亲自下厨，做了很多你喜欢吃的菜。妈，奶奶，你们还有闲心吃饭？你们知不知道，就因为苏婉清这个水性杨花的拜金女，外面都快闹翻天了。芷棠，你当着全家人的面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胡说八道，你们亲眼看看就知道了。据其前男友爆料，宋家少奶奶作风不正，私生活混乱，甚至疑似曾经以某种交易谋取某些利益。老夫人，您怎么能将集团交到这么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手上？现在外面传言满天飞，咱们集团的股市也受了不少影响。依我看，这管理权必须收回来。对，我早就觉得苏婉清这个女人不对劲，这么处心积虑的进我们宋家，为的不就是我宋家的钱？对，赶出宋家。幸好我哥不喜欢她，连婚礼都没办完，干脆就趁这个机会直接把她赶出去。大家稍安勿躁，我相信婉清不是那种女人。我也相信婉清不会做这么荒唐的事。大家切勿轻信外界谣言。来不及了，现在舆论闹得这么大，我们必须做出点回应才能平息下来。我承认，苏婉清是为集团付出了不少心血，但她本身就没有继承集团的资格。咱们没必要为了一个外人牺牲这么大吧？对，可以让我哥接管，哥一定会比他做得更好，对吧哥？我可以让出管理权，甚至可以离开宋家。婉清你，我们都是相信你，但前提是这些都是真的，证据都摆到脸上了，你还想狡辩？1天，只要给我1天时间，我保证给大家一个答复，否则我会主动和燕州离婚，离开宋家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诸位可都听见了，这不是我们逼他说的。婉清，
奶奶，你们放心，我心里有谱。苏婉清，你是真有把握翻盘，还是单纯在拖时间糊弄所有人？宋大少爷这是在关心我。关心你？你身边围着献殷勤的男人还少吗？何必多我一个假意关心？连宋大少爷也觉得网上那些恶意照片、那些丑闻都是真的？难道不是？你觉得是就是吧？问问而已。这女人怎么变脸比翻书还快？你干得很好，钱已经给你打过去了。苏婉清，我看这次你还能怎么翻盘？都准备好了。放心吧，少夫人，从一开始事情就在我们的掌控之内。你确定你手上有苏婉清乱搞的证据？当然。这么卑劣的李建基也想难住我，开始下一步计划吧。是。没想到 P 了几张图，居然就能挣50万，早知道我就多 P 几张了。你看这首词言中指深邃。苏婉清是主动来找我求饶了？你现在可真是大变样，精致又体面，都快让我认不出来了。说起来，我还得感谢这个人渣，间接给了我重活一世的机会。孙健，孙健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滚开！你还真以为我爱你啊？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自己的德行。从现在开始我们分手了，别再来缠着我。孙健，这是哪里？孩子，你没事吧？是我们的车不小心撞到了你，你还记得吗？孙哥，他是谁啊？乖，拿上钱出去，别耽误我好事儿。没想到你收拾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。想求我收回那些照片，其实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可要付出点代价才行。好啊，好啊，终于让我给抓住了。我就知道这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居然和野男人私会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哥。燕州，你也别太生气，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不要也罢。是啊，燕州，其实我早就看出来那个苏婉清没那么简单，你看你还不信我，为了个女人还差点和哥几个翻脸。其实我觉得嫂子不像是那种人。闭嘴，以后谁也不准别在我面前提她。不提不提，我们喝酒唱歌。喂，哥，你快来吧！苏婉清那个女人又背着你在勾搭野男人了，我亲眼看到的，就在盛豪酒店707号房。什么？真的，我没骗你，照片都给你发过去了，你快过来吧。没想到这个蠢货居然还主动送上门了，正好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。来，哥几个继续喝酒。张大记者，我这里有个关于宋家的大新闻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妈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管吗？要是婉清没办法，要不咱们还是派人帮忙查查。放心吧，婉清的本事你还不知道，她既然说了心里有谱，就一定会没事。妈，你和奶奶快来盛豪酒店，苏婉清正在和野男人私会。你说什么？就在那间房里。季管家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夫人、老夫人、少爷，少夫人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完，门不能打开。一对孤男寡女在房间里还能干什么正经事儿？我怕是根本就不敢开门吧。把门给我打开！抱歉，少爷，我不能这么做。你还真是热闹啊！宋老夫人、宋大少爷，不巧路过，不介意我拍个新闻吧？张大记者，你来的正好，正好让所有人都看看苏婉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苏婉清，都已经这样了，我劝你还是别躲了。既然敢做出这么丢人的事情，就得自己承担后果啊！妈，你说婉清该不会真的？你不开门是吧？好，那我亲自来开。
婉清，这个人是谁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，奶奶，他就是向媒体告料那些照片的人，照片都是他 P 的。你是来抓人的？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呢？我是故意的，不然怎么能调出这么多牛鬼蛇神呢？不过你可要付出点代价才行。好啊，想让我付出代价，要看你有没有那个命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都安排完了，大小姐都已经通知到位，都在来的路上了。很好，开始吧。这妞长得差强如意，不过你要是想一起玩，也不是不可。你说你们没关系就是没关系，谁信啊？我和他有没有关系，相信江小姐最清楚，不是吗？嫂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是也不能这么污蔑我啊！我跟这个人根本就不认识。哦，不认识？那你给他转钱干什么？对，是他让我曝光那些照片的。我只是最近手头紧，想挣点钱而已，不关我的事儿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儿。江雨瑶，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燕州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被他给骗了，是他跟我说苏婉清私生活不检点，还给我看了那些照片，我以为都是真的，不想你被蒙在鼓里才这么做的。是吗？你能帮他的方法有很多种，可偏偏选了对我和宋家最不利的一种，是真的在替燕州着想，还是纯粹是想挤掉我？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位记者也是你找来的吧？我真的只是路过，搞半天都是假的，真没劲。不是的，燕州，我真的只是被骗了而已。你知道我的，我一向大大咧咧，根本就不会女人之间那些弯弯绕绕的手段。我把你当最好的哥们儿，纯粹是替你气不过才做了这种蠢事。我了解雨涵，他一向直率没脑子，确实可能是被人骗了。我就知道，以我和燕州的感情，他肯定会护着我。但他给你造成了伤害是事实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男人果然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。既然如此，我或许该做第二步打算了。事关一个女孩子的名节，你轻飘飘一句道歉就算了。你知不知道，要不是因为婉清聪明，她下半辈子就要被这个女人给毁了。更别说集团因为这件事股份暴跌，你又拿什么来替她赔？大不了我答应你们回。集团损失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解决了。解决了？就你能有什么本事解决那么大的资金问题？装什么呢？你不行不代表我不行，不过就是一幅画而已。画？什么画？南风新作被海外商业巨鳄拍下，卖出高达5亿的高价。这不是我在你房间里看到的那幅画吗？难道你就是？没错，婉清其实就是南风。什么？苏婉清就是那个一出手就是几亿画作的著名画家南风？这怎么可能？志堂，你不是一直抱怨我为什么要将集团交给婉清打理吗？这就是原因。你们总觉得她是图谋我们宋家财产的拜金女，却不知道正是因为婉清，我们宋家这几年才能一路平顺兴盛到现在。如果真算起来，应该是我们宋家欠她，而不是她欠我们。偏偏你们一个两个都不知道珍惜，居然还联合一个只会搅事的外人来对付自己的嫂子和妻子。奶奶，妈，清者自清。我留在宋家是因为你们对我的好，而不了解我的人，我也不强求他们喜欢我。这次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我要他亲自在网络上公开向我道歉。啊？什么？好，我道歉。还有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跟江小姐好像没关系吧？妈，奶奶，我想单独和燕州聊聊。什么要求？你说吧。我要你给我一个孩子。你说什么？
听不懂吗？我要一个拥有宋家血脉的孩子，很显然，只有你能做到。1个月，只要你能让我成功怀孕，我保证帮你说服妈和奶奶，彻底放你自由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怎么什么都听不到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对你来说，家人可能是拖累，对我而言却不是。在宋家生活这几年，我已经把妈和奶奶当成了自己的亲人，但如果没有血脉上的联系，我仍旧只算个外人。如果不好理解，你也可以像江雨瑶那样，认为我是为了宋家的荣华富贵。不过你可以放心，我不会做任何对宋家不利的事。怎么样？这笔交易对你来说应该有益无害。如果你不同意也没关系，我也可以和你离婚，将妈和奶奶认作干亲，到时候无非就是换一个男人。我答应你。燕州，你和苏婉清刚才在房间里都说了什么？他让我帮他做件小事而已。哦，是这样，燕州，刚才我邻居给我发消息说我家漏水了，我能不能去你那儿借宿几晚啊？可以啊，正好，我今晚就搬回宋家，房子你随便住。什么？你要回宋家？可恶，苏婉清到底给燕州提了什么要求？燕州竟然要回宋家？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回去？难道是苏婉清又对你说了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停车了？雨瑶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，我喜不喜欢苏婉清是我自己的事儿。你虽然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但也没权利插手我的私事。还有今天的事，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们之间就没得朋友做了。我知道了。燕州他真的答应要搬回来，我就知道还是婉清有办法。婉清，你是和燕州做了什么交易吧？不然以他的性子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妥协的。我和他做了一笔交易，1个月内，只要我成功怀孕，就会放他自由。你这傻孩子，当初我说这话只是为了找理由让他留下，没真的想让你做什么。燕州那孩子浪荡不羁，不是良配，我也不想跟你牺牲太多。其实我也想通了，这子孙姻缘各有各的缘法，不行你们就离婚，我们照样还是一家人。是啊，不行我就认你当干女儿，咱们一家人还照样过。奶奶，妈，你们误会我了，我可没有这么大度，真的打算亲手将丈夫推出去。那你这是……任何已经吃到口的美味，人都会忍不住再吃第2次、第3次，尤其是已经动心的男人，是挣脱不开这种命运的。少爷，您回来了。怎么就你在？奶奶和妈呢？苏婉清又去哪儿了？夫人和老夫人回老宅休息了，明天再过来。少夫人已经在后院等您了。后院？我带您过去。家里什么时候造了这么个池子？苏婉清倒挺会享受的。你来了。你还会弹琴？特意为你做的新曲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还满意吗？现在就开始。嫌我烦人，那就算。苏婉清，我还真是小看了你。不过你别太得意，宋家少奶奶这个位置早晚都会是我的。怎么，不高兴？是因为燕州今天来不了，还是因为他回宋家陪他的小娇妻了？别烦我。我去再拿几瓶酒。雨瑶，其实你也没必要非得把注意力放在建州身上，他不解风情，但是我不一样啊！只要你愿意和我……把你的脏手拿开！江雨瑶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初要是没有我，你也没机会搭上建州。哎呀，你别生气，我这不是正烦着呢。那你这是答应了？其实我也挺喜欢你的，但是我就是气不过。只要你帮我出了这口气，你想干什么都行。怎么出？帮我办了苏婉清那个婊子。你让我干这个？但是要是让燕州知道了……放心，只要事成之后，你就说是他主动勾引你的，谁还在乎真相啊？而且燕州又不喜欢他，事后顶多就是觉得没面子揍你几脚而已。再说了，别说你对那娘们没想法，这对你来说怎么都不吃亏，好吧？说的也对，那女的确实让人心痒难耐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
蠢货，还想打我主意，正好拿你当个替死鬼。喂，苏小姐，我刚才听到了一些事情，你得当心点。谢谢，我知道了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，要不是你帮忙，我妈的心脏手术也不会这么成功。吴医生愿意给您做心脏移植手术了。这还要多亏了你的朋友。我朋友？嫂子？是你？嫂子你放心，以后这边有什么动静，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明天有空吗？想约你见个面。怎么了？在回复谁的信息？一个朋友的。明天想不想玩点刺激的？江小姐，嫂子来了，快坐。抱歉，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，就点了我平时最喜欢的，你尝尝，还不错。江小姐叫我出来，应该不只是为了喝咖啡的吧？其实我对你真的没有恶意的，事后燕州也骂过我了，你放心，以后不会再针对你了。江小姐这么客气来，而且我还得感谢你。感谢我？当然，要不是因为你，燕州也不会回到我身边，答应和我好好做一对真夫妻。什么？他没告诉你吗？难道他昨晚没接电话是因为……可能是他忘了吧。那恭喜你们了，咖啡要凉了，你不尝尝吗？等过了今晚，我看你还怎么张狂。嫂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突然有点头晕。楼上正好有一家酒店，我扶你上去休息休息吧。那后面的事就交给你了。放心，我做事绝对让你满意。大美人儿，从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在想这一天了。没想到你真要成为我的女人了。不对，我的头怎么也晕起来了？少夫人，先生，您的咖啡。放心，事情我会办妥的。你最好把事情干得漂亮些，这对你我都好。这两人果然没安什么好心。你来了。你说的惊喜就是这个？怎么，不喜欢？喜欢，当然喜欢。都这个点了，应该已经结束了吧？保险起见，再确认一下。怎么样？事情成了吗？怎么样？事情成了吗？放心，我这会儿还意犹未尽呢。哼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必须得闹大才好。张大记者，是我啊，我有个大新闻要卖给你。放心，这次一定是真的。马哥，我有个关于宋家的大新闻，你有没有兴趣？这么惊心动魄的一幕，一定要让燕州亲眼看看才行。燕州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现在在酒店啊，套房里啊。你在哪家酒店？夫人，你在里面吗？苏少夫人，你在？我。苏少夫人，谁在敲门？你们。您怎么会
会在这里？对啊，不是说宋少奶奶在这里私会情人吗？什么情人？谁告诉你们的？我想这件事情江小姐应该最清楚，不是吗？不是我，燕州。我收到有人发来的消息，说苏婉清在这里私会情人，我只是怕你被骗而已，想来看看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燕州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反正酒店的监控已经被我删了，昨晚的事情苏婉清也没证据。每次江小姐都说是误会，这招还真是屡试不爽啊。嫂子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的错，但我真的只是无意的。你要真是无意的，就不会提前通知这么多媒体。奶奶、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苏婉清，她给我打电话做什么？现在有空吗？有个大热闹。江雨瑶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宋奶奶，我还没你这么好事的孙女，你屡次主动挑事，是故意和我宋家作对。不，宋奶奶，宋老夫人，我真不是有意的，我叫他们过来只是为了刘正而已。对，刘正，燕州，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是你，是吗？你真的不知道？看来江小姐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季管家，将人带出来。李磊，怎么是你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确实有人对我心怀不轨，可惜他们的计划并没有成功。少爷，昨晚是江小姐主动约邵夫人出来，说是为了上次的事情道歉，然而背地里却在邵夫人的杯子里下药，并和这个男人将邵夫人带到了这里。幸好邵夫人提前防备，才没被他们得逞。什么？燕州，你好好看看，你这交的都是什么朋友？竟然连这种事情也做得出来！哥，你这朋友交的真是666啊！混蛋！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却想睡我老婆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不是我，是他，就是他给我发消息说嫂子主动勾引他来酒店的。燕州，你也知道我一直拿李威当好兄弟，哥们儿的话我哪里会多想，就以为是真的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你居然在骗我！妈的，明明是你！不想我把你冒用燕州名义利用粉丝非法集资的事情告诉他，就给我老实闭嘴。是。畜生，我真是信错你了。嫂子，我昨晚是约了你，但下药的事情我是真的不清楚。我以为你是突然头晕，就把你带到酒店，事后我就走了。我也没想到这个混蛋会这么利用我。不过我好心建议，以后嫂子对外面的男人还是收敛点，别又招来什么不三不四的男人，给燕州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真是精彩啊！没想到江小姐的演技如此出色，我都不好意思打断你了。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先听听这个再说。其实我也挺喜欢你的，但是我就是气不过。只要你帮我出了这口气，你想干什么都行。怎么说？帮我办了苏婉清那个婊子。雨瑶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一个女人千方百计的挑拨离间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，还能是为什么？我明白了，江雨瑶，原来你也想嫁给我哥，怪不得你一直怂恿我把苏婉清赶走，感情你是想挤走她，然后自己上位啊？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汉子婊？可真够无耻的！你也不看看你哪点比得过苏婉清，还想进我宋家的门，简直做梦！没错，我是喜欢燕州，但喜欢她有错吗？燕州，自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但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所以我才会那么努力的去学小提琴。所谓的好兄弟、好哥们儿，也只是故意接近你的借口而已。我以为有一天你能看到我的好，但是我没想到这个贱人突然出现，夺走了我的一切。二女争一男，宋家唯一继承人或将婚变。
这可是大新闻，赶紧拍！没想到宋家会发生这么劲爆的事情，是不是疯了你？我是疯了，我喜欢了你8年，从18岁认识那年开始，整整8年。这8年我费尽心思，千防万防，赶走了多少狂风浪蝶，终于占据了你身边最重要的位置。可为什么你会喜欢他？为什么？我和他不过是……你别想骗我，你从来没对任何一个女人这么维护过。从那次酒吧演奏之后，但凡他在，你的眼神就一直没离开过他。这不是喜欢还能是什么？我喜欢上了苏婉清。要不是你，我和燕州早晚都会在一起。是你毁了这一切。形影不离8年都没能得到一个男人的心，是什么勇气让你觉得自己能成功？江雨瑶，不是你的永远都不可能是你的，就算你再自欺欺人也没有用。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雨瑶，快叫救护车！怎么还不醒？该不会真把脑子给摔坏了吧？雨瑶，你没事吧？燕州，你还关心我？那你不会离开我的是吗？你没事就行了。我说过，上次已经是我对你的最后一次容忍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再是朋友。至于今天的事情，我会交给律师去处理。你说什么？医生，你来了。你们是江小姐的家属吗？怎么了？有什么话请直说。江小姐的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她有些轻微脑震荡，不过不是很大的问题，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但是什么？我们发现她身上有一道旧伤，穿透了她的腹腔和子宫，这辈子她可能都无法生育了。燕州，你不能不要我，因为我身上这道伤是为了你受的。你说什么？难道是那次？燕州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叫为你受的？好兄弟，一辈子！干杯！贱人，去死吧你！燕州闪开！你说他替你挡过刀？没看出来，他对你竟然还真是真爱啊，哥。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不管怎样，他是为我挡刀才不能生育的，我不能不管他。那婉清呢？她一辈子不能生育，你就管她一辈子？你考虑过婉清的感受吗？这对她就公平？奶奶，我看先不着急下定论，一切等江小姐好了之后再说吧，也给燕州时间，让她好好想想。也只能这样了。你给我好好想清楚，别到时候后悔莫及。我明白，奶奶、妈，我先送你们回去。表姐，他们走了。雨瑶，你真有把握拿下这个富二代吗？苏婉清那个女人诡计多端，不好对付，要是万一再出现意外，我得给自己留个后手。表姐，我想请你帮我伪造一份病历。放心吧，我了解燕州，他不会不管我的。宋家少奶奶的位置也注定会是我的。我就说这么重要的筹码，他怎么可能现在才拿出来？原来果真有猫腻。少夫人，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少爷？我的目的从来不是和一个女人一较高下，而是要让宋燕州这个浪子彻底回头。而现在，我反而要感谢他主动送上来的这个机会，正好让宋燕州好好看清自己的心。那现在我们该做什么？回家，好好扮演我们该扮演的角色。
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要把我赶走吗？少爷，这是少夫人吩咐的。婉清，怎么连我的枕头都搬出去了？你这是做什么？当然是让你搬到客房去睡了。为什么？1个月期限不是还没到吗？宋彦舟，你觉得我们还能继续那个约定吗？为什么不能？我是想要个孩子，可这是建立在你我夫妻名分稳固，我还能继续以你妻子的身份留在宋家，能亲自照顾孩子的前提上。可今天是你亲口说的，如果你要娶江雨瑶，那我还要孩子干什么？让她生下来受虐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娶江雨瑶了？照顾一个女人一辈子跟娶她有什么区别？彦舟，我不可能和一个3番5次陷害我的女人和平共处，这也是为我们未来的孩子负责。你若最终选择她，那我只能主动让出位置，并祝你们幸福。对不起，是我没考虑到这些，你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那也等你最终决定了再说。我们还是暂时终止约定，回到最初的位置上吧。时间不早了，我想休息了。好，那晚安。晚安。只有经历过失去，才会懂得珍惜。我亲爱的丈夫，这才只是开始呢。婉清呢？少爷，少夫人刚出门了。这么早就出门，干什么去了？这个少夫人没说。不过早餐已经做好了，少爷要吃一点吗？肯定又是婉清亲手给我做的早餐，她还是在乎我的。那就勉强吃一点吧。这不是婉清做的。少爷，少夫人说了，在您没做好决定之前，她不会再接触您，省得干扰您的正确判断。喂，雨瑶。彦舟，我现在感觉好难受，你能来陪陪我吗？我马上过去。少夫人，果然如您所料，少爷去医院了。没想到你推荐的这地方还真不错，不过你可别以为你这么讨好我，我就会喜欢你啊！想做我嫂子，那就还得继续接受考验。你不用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，因为我很快就要和你哥离婚了。离婚？什么？你要和我哥离婚？因为那个江雨瑶？不是吧，苏婉清，你手段那么厉害，就这么轻易就认输了？再说了，我哥这不是还没做选择吗？你哥一大早就去医院了，他的选择还不够明显吗？什么？我哥他是不是眼瞎呀？还真要选择江雨瑶那个汉子彪当我嫂子，那还不如你呢。这段时间我看你们腻腻歪歪，还真以为他有多爱你呢。男人果然没一个是好东西。哎呀，你也别伤心，一个男人而已，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。今天妹妹我带你去吃细糠。宋小姐，您可是好久都没来了，这次想玩点什么？把你这儿的所有帅哥都给我叫来，好好伺候伺候我嫂，我姐妹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不是苏婉晴和燕州她妹吗？居然敢背着燕州来这儿点男模，不行，我得告诉燕州。燕州，我最近总梦到被人砍死，身边没人，我好害怕。你晚上留下来陪我好不好？我不是已经给你请了护工？我只想你陪着，只有你能让我安心。
好吧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苏婉清，我再也不会给你任何能和燕州独处的机会。老侯，我刚在会所看到你老婆和你妹了，我听到他们好像要点男模，还点了好几个，你赶紧过来看看吧。什么？我马上过去。燕州，我出去一趟。宋小姐，您看中哪个？还挑什么挑？全给我留下来！美色当前，还玩什么手机啊？呵，这不太好吧？要是让你哥知道，他知道又怎么了？只许他和别的女人勾勾搭招，就不准你点男模了。听我的，敞开玩。嫂子，亲他，亲他！苏婉清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燕州，你不是陪你的小情人去了吗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我还没玩够呢。如果你不想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惩罚你，就给我老实点。你凭什么阻止我找男人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说我想干什么？你不是想找男人吗？你不行。我为什么不行？我哪里比那些白斩鸡差？我是你丈夫。你不是我丈夫，你是朝三暮四的人。你放开我。那就毁约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和你做真正的夫妻。喂，宋先生，江小姐突发高热，请你尽快过来一趟。我马上过来。去吧，救人要紧，不用管我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。我相信你。想不想看看燕州最终选？真的，燕州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，还是你对我最好了。你不用这样，因为除了这场婚礼，我不能再给你更多了。我知道的，燕州，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。燕州，你终于来了。他不是轻微脑震荡吗？怎么会发烧？还是他那道旧伤的问题，其实一直就没好透，加上这几天病人精神焦虑，免疫力就发了高热。我建议这几天还是由病人信赖的人贴身照顾，他才能好得更快。燕州，你留下来好不好？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医生，我想单独和他说几句话。那有事的话再随时叫我。燕州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抱歉，雨瑶，我们还是到此为止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心，
我不爱你。如果继续和你纠缠下去，对你对婉清都不公平。我不在乎的，燕州，只要能留在你身边，我不在乎什么名分不名可分。我在乎，我爱婉清，所以我不会为了任何人去做让她委屈的事情，即便你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不行。至于你的身体，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找专家帮你治好，就算治不好，我也会给你一笔钱，足够你安稳度过余生。我只能为你做到这儿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去叫护工。我不需要你的钱，你如果真的想补偿我，就给我一场婚礼。婚礼？对，一场假婚礼。我这辈子都可能不会再嫁人了，你就当是帮我圆了这个梦。婚礼过后，绝对不会再纠缠你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会给你一场婚礼。燕州，你能不能再答应我一件事？假婚礼的这件事情，你别告诉任何人，包括苏婉清，行吗？为什么？你也知道我爱面子，就当我最后一次求你了，行吗？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只要有苏婉清这个爱世精，婚礼只要一举办完成，我有的是法子让她假戏成真。宋家少奶奶的位置，最终也只能是我。少夫人，您别伤心，少爷他只是……我伤心什么？不过是一场假婚礼而已。什么？假婚礼？你如果真的想补偿我，就给我一场婚礼。少夫人，您是什么时候？少夫人，还是您聪明。他的那点小把戏根本就不新鲜，我怎么可能没有提前准备？看来少爷还是在乎您的，没打算真的娶她。他要是真的在乎我，就不该答应这件事。男人总觉得自己能掌控全局。那您的意思是？他不是想补偿江雨瑶吗？那我就成全他。只有让他狠狠地长气息，他才能学会珍惜这段婚姻。燕州回来了，江小姐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事儿，已经好的差不多，再过几天就能出院了。那就好。婉清，我想和你商量件事。怎么了？我已经和语音说清楚，我爱的人是你，但是我还是要和举办一场婚礼。好啊。你答应了？我去过医院，你和江小姐的话我都听见了。你都听见了？那再好不过了。我们明天去办离婚手续。离婚？干什么离婚？你要娶别人，我们自然要离婚。是我糊涂了，明天离婚。我会好好补偿你。什么？他们真的要离婚？妈，大事不好！我哥要和嫂子离婚，还要娶江雨瑶。那个孽障呢？他在哪儿？哥在楼上睡觉，他昨晚照顾了那个江雨瑶一整晚呢。什么？一个轻微脑空肠而已，又不是瘫了，需要什么照顾？看我今天不打断他的腿！妈，奶奶，你们先别着急。我们怎么可能不着急？你都要和这个兔崽子离婚了，但是我们宋家不能没有你啊，婉清。你们怎么知道离婚的事儿？是我告诉他们的。嫂子，我也不喜欢那个江雨瑶，还是你当我嫂子好。妈，奶奶，你们这样闹是没有用的，他的心不在我身上，就算勉强在一起也是互相折磨，倒不如我主动让位，放他自由。婉清，那离了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？
不如我认你当干女儿，这样咱们依旧还是一家人。妈，奶奶，这样对其他人不公平，对你们也不好。我希望你们别再因为我去和他们立论了。我打算出国。没了身份证，我看你们还怎么离婚。宋世堂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家里也就你能干出这种事儿。你别诬赖我啊！我没事拿你身份证干啥？雨瑶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婉清呢？你还好意思问他？嫂子已经搬走了。他真的搬走了，可是为什么？难道他还在生我的气？他不该生你的气吗？哪个女人会大方的看着自己老公娶别的女人？你当他是菩萨不成？婚姻岂能儿戏？你再这么做下去，将来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哥，我现在觉得奶奶那句话是对的，嫂子嫁给你真是委屈了。他不会真因为婚礼的事生我气了吧？可是我已经答应雨瑶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现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婉清一向很理性，应该不至于。等这件事情过后，我再好好补偿她。把这个拿出来看看。先生，您真有眼光，这枚钻戒是本店的镇店之宝，无论是从色泽、净度，还是从工艺上来看，都价值不菲。这枚戒指要多少钱？200万。燕州，你没搞错吧？真要把这些都卖了？这可都是你的命根子。无所谓，反正以后也用不着了。用不着？什么意思？你不玩音乐了？我决定要回去接管家业了，这样才能让家里人和他放心。赵夫人，少爷卖了他的那些乐器，给你买了求婚钻戒，看来他这次是真的打算浪子翻头了。您看是不是该告诉他真相了？还不到时候。可是江雨瑶很快就要出院了，您难道真打算看着他们结婚？燕州，我正好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医生说我明天就能出院了，那我们的婚礼是不是可以？明天正好我和婉清去领离婚证，等证到手就可以办婚礼了。那你先吃点水果，我去办下手续。好漂亮的钻戒，这一定是燕州给我准备的。明天就是我和雨楠的婚礼，你到时候会来观礼吗？我参加不太好吧？婚礼过后我就向他求婚，他一定会很开心吧？离婚手续都办了，我不缠着你了。我和燕州的婚礼，苏小姐当然要来参加了，毕竟苏小姐可是我们最重要的见证人呢。雨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好出院路过，想着你今天要和苏小姐来离婚，就顺道来看看。你们真的离婚啦？怎么，这不是江小姐期盼的吗？对不起，苏小姐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可是我真的不能放弃燕州。雨瑶，
你在说什么？我们办的只是一场假……看来燕州还真是在乎你，连订婚钻戒都买好了。那我就提前祝福二位百年好合了。什么钻戒？婉清，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？燕州，你弄疼我了！这钻戒你从哪儿拿的？谁让你动我的东西了？这钻戒不是买给我的，当然不是买给你的，这是我要用来给婉清求婚的。燕州，婉清，你听我解释。师傅，开车去机场，好戏该登场了。老夫人，夫人，这些邀请函要怎么写？写什么写？一个人都不请，我可不想丢那个人。我连去都不想去，更别说还请亲戚朋友了。可是我听说少爷花了200万买了个钻戒送给了江小姐，他好像很重视这场婚礼，要是一个人都不请，不太好吧？什么？什么？妈，奶奶，你们知不知道婉婷她……哥，你是不是疯了你？居然花这么多钱给江雨瑶那个搅事青买钻戒？你们怎么知道我买了钻戒？不是，谁告诉你们钻戒是我买给江雨瑶的？我和江雨瑶本来就是一场假婚姻，需要什么钻戒？钻戒是我准备向婉清求婚用的。什么？假婚姻？假婚姻？你们都不知道？婉清她没告诉你们？等等，该不会婉清她也不知道吧？她那天不是都在医院听见了吗？少夫人确实不知道，那天是我陪着少夫人去医院的。那时候她只听见您说要和江小姐办婚礼，就伤心离开了。而且，少夫人一直没让我告诉您，那天也是江小姐主动发消息引她去的。你说什么？燕州，假婚姻的这件事情你别告诉任何人，包括苏婉清，行吗？就是说，江雨瑶她一开始就是故意用假婚姻离间我哥和嫂子，真卑鄙。是不是假的又有什么区别？燕州，你到现在还没搞明白，婉清失望的是你对江雨瑶的毫无原则和对这段婚姻的不尊重啊！妈，奶奶，你们知不知道婉清现在在哪儿？我要见她。上次嫂子说拿到离婚证就要出国的，现在她不会已经坐上飞机了吧？哎，哥，你去哪儿？哥！雨瑶，可惜我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，我正准备出差呢。少夫人，我已安排张兰偏赴出差，和您登机时间相近。辛苦了，表姐，谢谢你。等我回国请你吃饭。好，提前恭喜你变富太太，先挂了。哎，那儿危险，不能上！婉晴，苏婉晴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不尊重你答应办婚礼，我只顾补偿别人，没考虑你的感受，我错了，你别走好吗？求求你别走！婉晴，哎，婉晴，婉晴，别走！哎，台子要塌了！你这个傻子，急什么？婉清，婉清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婉晴，婉晴，这个钻戒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。我知道你可能不会接受它，但我还是想说，以前是我太傲慢，现在我才明白，我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你，请你嫁给我，好吗？我说过，我不会要一个3心2意的男人。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。
什么补偿，什么女哥们儿，以后都不会再有了。我已经卖掉所有乐器，回去跟奶奶学管理集团。为你，我可以做任何改变，好吗？浪子回头金不还啊，姑娘，答应他！答应他！答应他！还不给我戴上？婉晴，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失望了。我现在就打电话取消婚礼。不急，先解决这里的事情再说。这里还有什么事儿？宋先生，真巧啊，是挺巧的。我才知道张医生原来和江雨瑶是表姐妹啊。什么？你和江雨瑶是表姐妹？我刚才就坐在张医生旁边，不小心亲耳听到的。不是，苏小姐，你肯定是听错了。那张医生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这是在干嘛？你真的认识雨瑶？所以你们从一开始就在骗我。宋先生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！那份假病历是雨瑶要做的，我只是帮个忙而已。什么？就连病历也是假的？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旧伤。是雨瑶说，只有这样，你才会因为愧疚继续留在他身边。到时候，他只要再使几个小手段，就能嫁给你当富家太太。江雨瑶，你干什么去？当然是找他算账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也不会产生这么多误会。别急，他给了我们这么大一个惊喜，只当面对质有什么意思呢？那你的意思是，婚礼继续进行，只不过这次该我们给他准备惊喜了。你个破坏人家庭的无耻小三，还有理了你！燕州，哥，嫂子找回来了吗？没有，他已经走了。婉清走了，对不起，燕州，是不是因为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以为那钻戒是买给我的。不关你的事。那我们明天的婚礼，你放心，还照常举行。那我这就回去准备准备。哥，你怎么想的？嫂子人都不见了，你居然还要和她结婚？哎，谁说你嫂子不见了？婉清，嫂子，你没走，那哥刚才怎么说？这都是故意演给江雨瑶看的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清楚。江雨瑶受伤不能生育的事情是假的，那个医生是他亲戚，帮他伪造了假病历。什么？这个贱人也太嚣张了！我要找他算账去。等等，婉清，你刚才没出来戳穿他，是不是想在明天的婚礼上做点什么？这件事情还需要你们配合。雨瑶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能让宋少为你离婚再娶，以后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富太太了。你可别忘了我们啊！对啊，对啊，以后你发达了，可别忘了姐们儿啊。好说。现在苏婉清已经走了，只要婚礼能顺利完成，晚上我再借机和燕州发生点什么，这桩婚事自然就能弄假成真，我也就是宋家真正的少奶奶了。新娘该入场了。苏婉清入场。什么？宋
宋彦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今天不是你和我的婚礼吗？你不是已经出国了吗？还回来跟我抢人干什么？你到底有没有点羞耻心啊你？我看没有羞耻心的人是你。彦舟，你说什么？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才告诉我这份病历根本就是假的！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不，彦舟，不能生育的事情确实是我骗了你，但我替你挡刀受伤的事情是真的啊！爱你了，不想离开你，才撒这种谎的。我其实打算婚礼完成之后和你坦白的。我看受伤的事情也不见得是真的吧。婉清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受伤的事情确实是假的。李磊，你还有胆子来见我？别，彦舟，上次的事情我已经知道错了，这次我可不是来狡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些真相的。就是他江雨瑶局的，相反，他一直在刻意伪装，欺骗所有人。少夫人已经按照您的要求，将李磊非法集资的事情曝光给了那几家媒体。很好，接下来咱们就等着坐收渔利吧。妈的，让我看看这件事到底是谁爆出来的？这不是江雨瑶认识的那几家媒体吗？好啊，江雨瑶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李磊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有胆子做还怕人说？彦舟，江雨瑶根本就是个表里不一的贱人。这些年他表面上和咱们哥俩好，实际上私下玩的要多开有多开，胎都不知道打了几个。当初接近你也是因为你宋家少爷的身份，能让他当富太太而已。不是这样的，彦舟，你别信他说的话。对了，就那次砍伤他的那个男人，本来就是因为被他骗了人又骗了钱，这才发了疯要砍人的。而且他本来目标就不是你，而是他，是那个傻子，他先天弱势，看错人才导致这个结果。这个都是这个婊子喝醉了亲口说的。江雨瑶，你玩的还真是溜啊！你嘴里到底还有没有一句实话？有，彦舟，我是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是我是真的爱你。你的爱简直让我觉得恶心。没想到江雨瑶是这种人，以后咱们还是离她远点儿。这种人也配有粉丝？正好我全录下来了，待会儿就发到粉丝群，看他以后还怎么在音乐圈里混。不，一切本来不该是这样的。苏婉清都是因为你，你抢走了我的幸福，抢走了我的一切，我杀了你，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，婉清。居然还敢杀人！我看你真是没救了你！季管家，立即报警！江雨瑶，有人告你持刀行凶，现在你被逮捕了。这个搅事精可算是被抓走了。那婚礼现在是我孙子和我孙媳妇复婚的婚礼，婚礼当然要继续，大家吃好喝好，每张桌子上再添一瓶好酒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婉清，妈，奶奶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嫂子，刚才医生说你怀孕了。我怀孕了？是，你成功了。现在这里终于有了属于我们的宝宝，开心吗？这可是大喜事儿，我们得回家好好准备准备，什么孕妇装、待产包啊，都准备上。对，还得再专门请个营养师，专门给我们婉清和宝宝做营养餐。不行，我得亲自学才行。唉，孩子才不到1个月呢，不用那么急。对，我得给我未来的侄子或者侄女多买点玩具去。咱们家好不容易有件开心事，你就让他们忙活去吧。我也准备接受集团的事了，以后我哪里也不去，就在家陪你和宝宝。正好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事非要回家才能说？还有，这不是客房吗？怎么门框改了？你打开看看。神秘兮兮的。这是……这个惊喜你喜欢吗？你这都是婉清的主意，感动吧？这都是嫂子说的，是她说服了妈和奶奶。以后你想玩音乐就玩音乐，
没人再逼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了。妈，奶奶，是你教会了我一件事，爱不应该是束缚和牺牲，而是包容。以后集团有我，你就尽情去追求你梦想吧。对，我也想通了，不一定非得男人才能继承家业，婉清也能将集团打理得很好。对，别忘了还有我呢，嫂子已经答应叫我管理集团了。婉清，爸爸这里。抱歉，采访的事情以后再说。我现在着急去见我的老婆。那就是我们周哥的老婆吧？好美啊，气质也好。我们等了你半个小时呢。那是飞机晚点了，能怪我？怪我，都怪我。晚上回去我给你好好捏捏脚，老婆大人就别生气了好吗？今晚明天和我睡，你睡客房。不要吧，老婆，你就这么任由他欺负我？嘿嘿。